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密，我们欢迎陈立伟、蔡正元、蔡委员。思密好，大家好。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陆军退役少将李正杰将军。思密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持续来关心在中日的这一场争议，琉球地位现在再次的被点火，中国大陆这一回亮了史料，日本则是急着跳脚做反击。今天我们会从几个观点来做出发，包括了整个黑帮渗透的疑云，再加上军事堡垒加速，中日这一场冲突全面升温。今天的3个火线话题会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首先，中国大陆这一回拿出的是名誉琉球国王社重新打了历史战，北京对日本现在是释放主权的最后通牒警告了吗？第二件事情来看到，日本现在惊爆出来是中国大陆是否有利用黑帮渗透在冲绳搞认知作战呢？到底日本的指控是真情报，还是东京借此要压制琉球的独立呢？最后我们也会来从军事面，请将军帮我们看到，日本现在在打造的是西南诸岛的堡垒群，全面在加速的建设当中，包括了今天会关注的几个大岛军事化都在做。日本是剑指中国大陆吗？解放军接下来会如何的反击？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次的来做关心。我们要赶快来看到的是最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论推向了中日之间的外交冲突，现在爆出的说，真正的引爆点不是在台湾，而是在琉球地位重新被点火。这一回的争议就在于一场展览，我们要来看到，这是来自于新华社的报道。中国大陆的大连的旅顺博物馆这一回展出了这个展示，名誉琉球国王社引起了各方的关注。他们的这个副馆长是这样说的，他说这样子的一个这道的社谕揭示的就是说，琉球曾经是中国大陆的藩属重要的史实，为日本对琉球侵略的历史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一个验证。也就是说，琉球它有明确的指向说它是宗主国跟藩属跟中国大陆藩属之间的一个关系。那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日本的内阁当然很生气的回呛说，他们不会对中国大陆的任何的评论发表任何的回应，因为他说冲绳本来就是日本领土，这一点不可置疑。好，节目一开始要请教委员来帮我们特别看到中国大陆这一次展示出的名誉琉球国王社有什么样历史意义，能够在琉球独立上面的议题对日本施加多大的压力？委员。到了2次大战的结束的那一天，就是1945年8月15号那一天，中国从来没有一个政府承认琉球是日本的领土 ，never。从清朝到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人承认过琉球是日本的领土，这是一个关键。那证据在哪里？证据就是当中华民国从1945年开始统治台湾的时候，做了一件很重要的措施。如果你是在台的日本人，全部遣返回日本，而且遣返回日本的时候，不可以带超过2000块以上的物品的现金，然后珠宝、股票、债券、房地产都不可以带走。可是，在台湾当时有很多琉球人，外观看起来是日本人，可是他的户籍登记上是琉球人。当时中华民国怎么处理？你是我的藩属国，还是承认他是我藩属国人民？第一个，不用遣返回去琉球，不用没收任何财产，然后你愿意留在台湾工作，还是欢迎你留在台湾工作，不在遣返的名单里面。如果你自愿要回去的，补贴你船费回去。那你要入境台湾，随你便。不受任何签证什么签证嘛。这个是什么？宗主国对待这个藩属国，就是保护国对待被保护国立场。就非常像现在的美国跟帛琉的关系。帛琉老百姓进入美国不用签证，因为你是被保护国，你保护我，我进你我还要签证，这个说不通嘛。那中国对琉球是这个态度。那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没有改变？我不是很确定，但是我知道在中华民国政府时代就是这样对待琉球。清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过琉球是日本的领土，还是一再以所谓的藩属国。当然后来。这个琉球最早被日本的诸侯叫岛津藩并吞的时候，是改向岛津藩称臣，但岛津藩很贼，你跟中国称臣，我没有意见，继续，但是你要跟我称臣，为什么？因为当时要跟明朝贸易
是要有朝贡关系才能够贸易。所以琉球就借着跟中国的朝贡关系，大做中国生意，不受日本的锁国政策的影响。岛津藩就利用琉球这种地位，假装琉球人跟中国做生意。所以岛津藩赚了很多钱，变成日本很强权的地方诸侯，也变成明治维新里面的一个很大名级的人物。那因为经济利益，所以中国并不晓得琉球是双重臣属。但是到明治天皇上来以后又不一样了，他直接叫琉球处分，有名琉球处分，叫琉球改名叫冲绳。但是中国的文献里面通通叫琉球，在清朝的时候没有人叫过冲绳。好像到了民国开始有人叫冲绳啊，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中国大陆要去恢复原来的自己的政策，有几个重点要注意。第一个重点就是全部改成琉球，不要再改成冲绳，这第一个要求啊。第二个要求的话，要准许琉球人在中国大陆成立琉球国临时政府。就像当时啊，韩国因为在甲午战争打输了啊，这个中国打输，被保护国被攻击了，我保护国有权利有义务出兵嘛。这琉球甲午战争是为韩国打的，不是为台湾打的。然后可是中国当时中华民国时代的时候，是让这个韩国人跑到中国上海来设立一个什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这很有名，给他钱，给他资助，在那个一大旁边。这是你这个当藩属国被人家侵略，被人家打垮了，你没有能力去帮忙。那你就要允许他们的人在你的国土里面成立这种临时政府，去搞革命也好，去搞外交也好，你要资助他，这是你宗主国的义务啊。所以表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如果很认真的要去帮琉球复国，不管最后成不成功，或者你还是琉球的宗主国，你不承认琉球是日本的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义务去资助协助琉球人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成立什么琉球国临时政府。这不是你的慈善，是你该做的。你到底是不是保护国？你是不是宗主国？那如果你不是宗主国，你不是保护国，你就要承认琉球是日本领土啊。这是两个是一个很国际法上是冲突的东西，你只能二选一，你不能战略模糊，这里面没有战略模糊的空间。好，承接蔡委员刚刚帮我们提到，不过现在其实有更猛的一个指控来了，这一个指控是来自于日本自己的国安单位，他说的是不是中国大陆现在在琉球这边在搞所谓的舆论认知作战呢？我们来看到这个日方的最新指控他说中国大陆是透过台湾的黑帮，也就是这个叫做洪门势力，在冲绳插旗推动琉球的独立运动。那他们就做了一个调查，这调查看起来怎么有点像是电影的情节他说呢，这个冲绳的黑帮续留会干部先跑来台湾，当时呢是和台湾的竹联帮的大佬，也就是统促党的总裁张安乐碰面之后，他们后来又发现了说，其中一名这个续留会的干部竟然是洪门他们在日本组织华松山的领导人，所以他们认为说，是不是这个续留会早就已经被中国大陆吸收了？那简单来说，日本针对中国大陆的怀疑就是他怎么样运作的呢？他就是透过台湾的黑帮，然后呢以毒品的这个利益来利诱包括了整个续留会的成员，并且提供这个续留会相关的资金，让他们可以去做更多的掠夺性在冲绳当地的投资，然后呢再给他们这些假讯息去喂养当地的这个琉球的民众进行渗透跟认知作战，这是日方的说法，目的就是要破坏美日同盟在冲绳这边的部署。日本针对中国大陆的指控，这可信度到底有多高？还是他们有想要抹黑琉球的独立运动？赖老师怎么解读？这当然是抹黑抹毒嘛，因为日本的一贯手法，其实这没什么伟大跟了不起的地方。我只讲一个案例20年前左右，我那时候从法国巴黎大学回来那时候是当客座教授回来的所以我等于是我又再回去巴黎大学也就是之前我读完博士，在台湾工作一段时间，我又回去，然后我在法国工作一段时间，我又回来。我在政大外交研究所读书的时候，我有一个学生研究生他就是从琉球来的。那个时候我一看是我有外籍生，因为我有一位是法国的美国的这个海军官校毕业的学生也在读硕士班在台湾，然后一个是日本来的。
那我就很习惯性的说，哎呦，这个我们有美国来的同学，一个女生啊，美国人，那另外一个来自于日本的啊同学，那个同学他就举手了，他就说老师我不是日本人，我是琉球人。我在强调，他说我是琉球人，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事实上是道地的琉球人，他清楚的知道他不是日本人，他是琉球人。琉球国是被日本人并吞的，而且是非法并吞的。当时美国的这个海军官校的毕业生，那位女军官上尉吧，她也在那边听啊，她也没有意见啊。这代表什么意思？我讲这段话的意思，也就是说，事实上。琉球国它一直存在，而且它是中国的藩属国。我想这次在大连展示出来的琉球国王的这个国王赐，其实就是讲明了，就是它就是藩属国。到满清的时候也延续的明王朝时代，这都没有问题。美国在当时也有派，就是美国独立建国之后。美国在亚洲也有派一位总领事驻守在琉球国，所以美国知道日本国是日本国，琉球国是琉球国。可是因为琉球国比较小，所以他没有派大使，他只派到总领事级，而派到日本的是大使级的。那就代表什么？美国他承认，他知道琉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是一个王国。后来是被日本非法的并吞。好，我讲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就是。琉球是被日本非法并吞，所以在1972年，美国结束对日本的统治之后，把统治权交还给日本人的时候，琉球并没有交给日本人，琉球只是委托日本代管而已。日本无权利在琉球建立县，建立冲绳县，这事实上也是国际法的规定，日本是违法的，所以日本不拥有琉球，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我还记得我在学生的时候，在台湾，应该在读研究所，我在台北市的罗斯福路，靠中正纪念堂附近，那时候有一栋大楼，这栋大楼有一次我进去的时候，还看到琉球国王的办事处在那边，那而且还看到他们的旗子，我印象很深刻，所以我记到现在。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在我们台湾蒋介石、蒋经国时代的时候，琉球国的彝族，他的王族还在台湾。所以日本人知道嘛？日本人知道他是非法占领琉球，所以当琉球国被重新提起来的时候，他根本没办法回答嘛。他说：“我不回答这个问题，不回答，对，你没有资格回答嘛，不是你的，你是非法占领，应该吐回来，让人家恢复地位吧。”好，一方面中国大陆借由这一次重新再一次的叙述这个历史，让大家知道这个琉球的地位；另外一方面，大家也在看说，为什么现在整个冲绳成为中日的攻防重点哦？那现在指向的就是因为在这边正在加速的它的军事还有基础建设的这个建设，包括在日本在西南方向的军事基础建设正在全面的快速的提升当中。这是来自于特别我们看到央视曝光的最新的航拍。看到了说，自卫队在这个奄美大岛，还有包括了马毛岛这个地方，正在加速打造它的堡垒群。那其中我们今天要来特别也关注到画面上这个叫做黑毛岛的建设，2000公尺的军用跑道几乎已经完成了，可以供美军在这边做舰载机的起降训练，大型护卫舰的细泊设施也落成，整个基地的轮廓可以说可以慢慢的看到是成型了。到底这边的战略价值有多大？面对现在日本打造的这个所谓的堡垒群，解放军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将军怎么看？第一个我先介绍所谓马毛岛。马毛岛其实就在安美这个大岛的北边哈，然后再往安美岛跟这个马毛岛跟这个日本这个鹿儿岛中间那个叫大隅海峡。合理来讲的话，大隅海峡应该都属于日本的领海，因为它如果说两边加起来绝对这个12海里之内都算领海。但是为什么将它划为公海呢？因为便于美军的军舰从这边进出，然后从太平洋进出到这个东海区域，所以说日本主动将这个本来应该是它的领海，它将划为公海。
那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美日在这个以前来讲都没有哈，最近为什么开始在马毛岛这个地方建立军事设施？第一个当然大陆解放军很明显的，它055大区经常从它自己划定的公海，就是大隅海峡从这边这个进出哈，对日本来讲的话，南边的守卫构成很大一个防守的一个压力，所以它必须要在这边建立军事基地，有效管控大隅海峡，这是它第一个。第二个目的来讲，我觉得他说改成这个训练航母舰载机起降的训练来做这个作用来讲的话，这根本就是骗人的一个说法。哦，在军事上面来讲的话，他如果说他可以利用这个鹿儿岛把这个马毛岛当做鹿儿岛的前沿基地，把马毛岛当做支援这个安美大岛的一个这个后卫的一个哨所哈，然后这个安美大岛再往前面来讲，可以支援到宫古海峡。那宫古海峡也就是大陆解放军，我们听到他的海军进出都是从宫古海峡进出。换言之哈，就是从鹿儿岛可以掩护到这个马毛岛，马毛岛可以掩护到安美大岛，安美大岛可以掩护到这个宫古海峡的作战。所以这一连串的操作下来，很明显的就是要围堵中国在这个解放军从这个第一岛链中间宫古海峡穿出。是，我想这事情如果说学军事的人，应该都可以看得出来，也都明白这个道理。可是现在来讲的话，对大陆来讲的话，他们尔后要发展海权呢，事实上以前来讲他们是陆权哈，大概他的军事实力只限于陆上，海军的实力不强，空军的实力也不强，所以日本跟美国不把这几个岛的军事建设当作一回事，也就重点不是放在这边。但是最近他们有感于中国，不管是海军来讲，我们想说这个军舰成军跟下饺子一样快哈，空军来讲也发展到歼20，甚至于轰6战机可以携带导弹。对日本跟美国第一岛链的防卫哈，这个压力是倍感3重。在这种状况下，他们必须要加强这几个岛的军事建设，才能够有效的这个围堵中国哈。可是中国来讲，也不是昔日的无下阿蒙，他现在军事实力也慢慢强大。那他已经从陆权走向海权的时代，他未来要走向海权，势必要通过宫古海峡。如果要通过宫古海峡，在这个地方你加强军事设施，我想解放军未来可能几个动作。第一个来讲的话，会这个监视对这几个岛加强军事情报的收集跟监视，掌握到你所有进度，也掌握到你军事设施部署的确实位置，然后将你标定好。那如果说一旦真的是双方在此地开战的话，我想解放军有这个实力，在第一时间将这岛上的军事设施彻底的摧毁。哦，好，谢谢厉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